大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宏林。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哦。最近在美国有引发一件大事哦。就是美国的传奇记者，也就是揭发当初水门案的一个资深记者伍华德哦，在最近出版了一本《危机四伏》哦。这本书里面提到了其中一个很重要、引起现在美国内部的一个甚至政治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讨论震撼，就是在川普任内哦，担任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主席的米利哦曾经打电话致电给当时在中国是中国军事委员会的联合参谋李作成哦两位将军对话内容是什么呢？当然主要是提到说这个米利提醒说川普现在做的事情不会发生战争，不用担心哦，这个赶快是告诉大家希望中共不要误判形势哦当然甚至在国会山庄当初产生的一些动乱的时候，他同样又再次致电这个李作成哦，这引起大家内部许多的一些讨论哦，这到底是大家有人认为说这个是扮演一个独立军队哦，这个国家化的一个最好的表征，他不屈服在所谓的总统这个倒行逆施的状况，或者这个部分事实上已经有人说这个有没有叛国，或者是不当的这些，甚至有一些违法的相关的这些界限红线哦，这个我想都值得我们好好来探讨。当然这件事情也引发了现在美国内部的一些政坛上的一些讨论，我想值得我们好好来关注。那今天我们开心邀请到透视中国的高级研究员，也是台大政治系的荣誉教授明居正博士明老师来到我们现场。明老师你好。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老师刚刚提到《危机四伏》这本书大家也访问了200多位里面当然就针对这个美军高阶将官米利因为担心这个美中的冲突而特别去做这些致电的动作啦。那当然这个引起许多的讨论。当然以美国共和党的这些民意代表，他们一定内部觉得这不行这是严重的这个甚至是剥夺了这个对于所谓当时的川普总统的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动作。那当然目前看起来拜登政府是极力对米利的作为是给予肯定甚至支持这到底中间难道只是单纯的政党之间要来像选举的角力，还是背后有一些我们不为人知的状况？老师您怎么看？我想这个问题其实说起来可以说是蛮严重的。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就像你刚刚所说的，第一个呢，他在没有告诉当时川普总统情况下私自打电话，基本上打过2次，然后讲过2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在最早呢，这个他跟李作成，就是中共的这联参，我们叫做总参了过去叫总参了，跟这个联参李作成讲说，美国没有打算对中共开战。那么目前为止，我们听到他出来的公开解释是说，他们知道中共方面得到一些不确切的讯息，原来英文讲的是叫做 bad information， 就是不好的或不良的情报。然后从这不良情报，他们误以为美国要打他们，所以他们要干什么？那么，所以他就跟他讲说，美国没有打算对中共开战，你们听到情报可能是错的等等之类的。这是第一次打电话。第2次打电话大概是1月6号左右，就国会山庄不是发生骚乱吗？不是那攻进去吗？那这个米利呢，又自作主张，又打电话跟李作成讲说，美国现在情况很稳定，你们不用担心什么等等。所以前后打了2次电话，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他用的一定是军事热线电话，因为美国中共之间有军事热线电话。那奇怪的是，这次中共接电话了，你记不记得？我们前几个礼拜吧，应该大概有一阵子了，是我们有一次讲过说，美国跟中共打电话，中共官方好几次没有接，讲的就是这支电话，他们一直没有接电话。他们打给的是魏凤和，然后这副的这个叫做军事委员会的这个委员，那么他没有接电话，而这几次这个中共方面接电话了。是我们晓得热线电话作用就是说2个大国或者2个有敌意的大国之间，然后你也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你，但是呢，我也担心你打我，那你也担心我打你。其实我没有那么想打你，我也晓得你不一定想打我，但是为了避免误判，所以我们建立热线。
大家知道，一般来说，友好国家之间不太建热线，通常就是这种不友好国家才建热线。也就是他们希望说，能够在紧张的情势下赶快互通消息，避免误判，避免冲突。所以理论上就是这个电话是可以打的。那米利自己认为说，这个是在我的授权范围之内。那这个就有几个观察重点了。第一呢，是你是有授权可以打电话。但是问题是，那是一般性的电话，在特别的情况下，你这个电话是不是经过授权，那要调查要研究的。在法治国家里面，这个是非常明确。也就是说，我们不是讲说警察使用枪械，它都有法律的规定嘛？同样的，你打的电话也是要确定，你打了2次电话，是不是2次都有授权？这第一点。就打电话动作本身是不是得到授权？第二要问的问题是说，你的内容是不是经过授权？不是说授权你打电话拉起来就随便去乱讲什么？不是的，很多时候的电话怎么打的呢？一字一句写好，电话拿起来之后，你一字字读完，读完之后人家问什么东西，你说好，这个答复我没有得到授权，我问完之后得到授权，我再来答复你，是这样通电话。不是说拿起来我们像手机拨之后就开始随便聊，话匣打开讲1个半小时，不是这样子的，通常就是几分钟讲完就读完稿就算了。所以内容是不是经过授权？好，那现在他讲说我们没有打算开战，这个话呢说起来是越权，为什么呢？是不是开战呢？在绝大部分国家，基本上除非是军人干政，否则都不是军人决定是不是要打仗。基本上决定打仗不打仗是文职政府或文人政府，文人政府决定打仗，军人出去打仗，然后文人政府决定不打仗，那就回来。那除非说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说我给了你特别的授权，到这情况你不用问，我们就自己去看战场情况而决定。所以中共一天到晚讲说打指挥枪，在美国或在这些比较进步的民主国家里面一样是如此，也就是军人跟文官之间的关系，它是有个隶属跟授权的这个过程。那你说我就告诉对方说，我们美国没有准备要打你中共，这个第一这句话不该你讲，第二这个决定权不在你。虽然你是最高的军事长官，决定权不在你，决定权在文职总统。所以共和党人批评米利说你伤害总统的决策权，这句话是有道理的。那只是看说法律能不能追究到这一层，这第一点。第二点，他伤害到什么呢？宣战权。他现在没有宣战，但他告诉对方说我不宣战，那就是你把总统宣战权也剥夺了。所以一个是决策权宣战，当然宣战权你严格讲是国会了，可是在紧急情况下，总统可以先行宣战，然后30天之内呢得到国会同意，国会若不同意的话，他必须取消战争或必须停止战争。那么所以他也等于是侵害这种宣战权。所以这2点，然后这第一次电话，第二次电话就是国会山庄动乱，他告诉人家说没有事什么等等。同样的，你也没有经过授权，你也不可以随便告诉人家说我们这边情况怎么样，这等于泄密。所以川普说这个形同叛国。川普的话或许重了一点，但不在法律范围内哦。严格说他可以这样讲，但是最后就要看说裁决了。好，那现在好像是过一阵他们有一个要开个什么会？是9月28号会，国会有听证会的部分。有听证会，对。所以国会现在有听证会。那国会听证完之后，如果说觉得没有问题，那就没有问题。国会觉得有问题通常可能还要经过2步。第一呢，可能会成立特别委员会，再详细进行调查，除非国会说不要，那我再调查一遍国会可以自行调查。如果调查完有问题的话，可能会送军事法庭的。这个问题就严重到这种程度。好，那现在这是米利本身的责任。那现在就要该讲到拜登了。拜登在没有完全了解情况下说，我相信米利，我支持米利，这话也讲得太早。你不能因为他现在是你的这个联商会的这个首长，然后他曾经的川普犯过这错，现在因为党派之争你去跑他，不可以这样做。严格说，拜登这话不在宪法之内。
美国是个法治的国家，我常常强调，所以我们常常讲说，美国人的动作我们看见没有什么，但这能严格说犯法的。你记不记得80年代的时候，美国总统雷根被暗杀，雷根总统被暗杀，当然他就中了几枪嘛，然后就送医院急救。第二天呢，白宫人乱成一团。当时的国务卿呢叫海格将军，海格将军冲到白宫里说：“现在呢，我老大，我最大。”大家立刻批评他 ：“You're unconstitutional， 你违宪。是你国务卿很大，但是总统中枪轮不到你，后面有副总统，然后后面还有这个众议院的这个议长，还有什么等等，一系列排下去，国务卿好像排第4还排第几，所以轮不到他讲话。他讲话，大家立刻讲说你违宪，这话是对的。他如果硬要去夺权的话，那可能要审判他的。所以米利情况也是一样。那现在呢，拜登情况也是一样。如果严重的话，可以追究到他。我觉得这问题的严重性呢，还有一层就中共怎么解读这件事情。中共如果在当初接电话的时候，以为米利有授权，那么他会比较高兴。他会认为说，美方现在避免我们误判，然后也告诉我们这样，那我们就安心了。好，那就好了。万一中共当时并不知道，现在突然间读了这本书，知道他没有授权，他会得到2个结论：第一，美国这个国家竟然会失控。你看，川普就失控过，他居然跟我讲2次。第二，美国最高的这个参谋长联席会的这个主席，他怕打仗，他怕打仗，他先告诉我们他不会打仗。那中国人讲说，那我有恃无恐了嘛，我反正做到要打仗的时候，你会告诉我嘛，那我怕什么？再加上第一呢，这个阿富汗现在撤军撤得很难看，我们刚才讲过。第二呢，他们中共判断说美国已经衰弱下去，所以中共结论就是我可以冒进啊。我冒进到最后，你觉得不高兴，你会告诉我，那是我在停手就是了。所以现在这一点呢，将来会被很多人拿出来检讨。那美国可能反而会加倍的强硬呢，把它补回来。是，我想这个大家值得来好好做讨论啊。我觉得包含我们如果有一些是从中国的朋友来讲，一定会说，你看美国如何干嘛？这个就是川普怎样，然后那个美国的这个参谋联席主席很好啊，米利是这个友善的，他其实你们怎么这样解读？其实我就反过来讲了，如果今天中共有个军事将领打电话到台湾来，然后说没有，那飞机飞来飞去，不用担心，这个没有什么事情，你在干嘛？李作成打电话给我，你觉得呢？你们也还是会这么轻信的解读说这只是一个小事吗？我想这值得我们好好来思考了。然后在这段期间，还有一个事情是英美澳最近也有一个 AUKUS 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的促成。有人说这个大概就主要是冲着中国而来中共的一个军事现在不断的威胁到许多的一些国家。那大家就好奇说当这样的一个平台成立之后，这样的一个结盟成立，到底会对于区域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些变化跟影响？这部分老师怎么看呢？说起来这事情是个大事情啊，大家现在有点这个轻忽这件事情了。为什么我说这件事情严重呢？第一，它是个军事同盟，国家跟国家之间呢，一般来说没有什么特别必要，不会组成军事同盟。军事同盟组成之后呢，它通常是有目标的，也就是说没事做我不会组军事同盟。大家想说不是很多有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吗？不是，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我跟大家讲过，它是流行的一个用语，它是个外交语汇，它不是军事同盟。虽然叫做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你仔细看他读他那个条文就晓得。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就是我们互相沟通配合，我们谅解啦什么等等，然后在必要时我们相互支持，就这样讲。它这种冠冕堂皇的话，军事同盟不是。军事同盟讲说，你被打的时候经过磋商，我可以来帮忙；我被打的时候经过磋商，你可以来帮忙。它是有义务的，它是有条约义务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没有条约义务关系，所以这是第一个大不同。第二个重要性就是 AUKUS 呢，我们叫 AUKUS 嘛 ，AUKUS。这个澳英美军事同盟是后冷战时期第一个重要的军事同盟，这是非常特别的事情。我已经讲了，我说
国家跟国家之间没有事情不会组军事同盟，因为组了同盟之后，看起来力量增强，但反过来说也绑手绑脚了。我们俩军事同盟啊，人家看起来我们很强大，但我们绑手绑脚，为什么呢？因为我被打的时候，你就要决定要不要帮我，所以你被绑了手脚。然后我被打的时候，你被打的时候，我就要不要帮你？然后我也被绑手绑脚。所以每一个国家对自己的主权呢都很在意。进入同盟关系，你等于说我承诺一部分主权是受到缩减的，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好，那现在就要谈说为什么要有这东西。在谈为什么要有以前，我得先数一下，就是现在亚洲有哪些同盟组合。第一个是美日安保，对不对？我们过去节目讲过很多次了。其他几个大家不太注意的，一个是美菲有同盟关系，然后美国跟泰国有同盟关系，美澳纽有同盟关系，还有一个叫东协，东协倒不是严格说军事同盟，东协就是一般的同盟。所以我们现在讲的军事同盟啊，有美日、美菲、美泰、美澳纽，这些是说，如果你被打了，然后我们之间磋商之后呢，我们可以来帮忙，那这是不太一样东西。而这些美日、美菲等等，都是当时在美苏对抗，然后美苏中对抗情况下他们成立的。现在苏联瓦解了，1991年苏联瓦解了，现在整整30年，30年来这是第一个重要的这个军事同盟呢，所以非同小可。好，那现在既然有这么多现成的军事同盟，为什么再加一个？现在一直在这里了。简单说就是澳英美这3个国家在判断了现在的情势，尤其是亚洲情势之后，决定说我们需要这个东西，所以它是有针对性的。那比方说，现在我们刚数了什么美菲、美泰什么的呢？旧的呢还在，但是不够用了，有漏洞啊。那现在我们要把它补起来。这第2点我们看到了。第3点我们看到就是，我们也讲说中共挑战很大，中国挑战很大。然后美国也是讲说啊，我们现在跟中共是我们是合作的关系，是竞争的关系，是对抗关系。但是呢，合作大于竞争，竞争大于对抗，对不对？这是美国官方现在说的。那如果是合作大于竞争，竞争大于对抗上，你为什么要搞个同盟出来？那比方说，其实你是嘴巴上虽然这样讲，但你心里认为说，其实对抗比较大了。但是我还不想这样讲，但是我要做一些准备，所以我去搞这个东西，搞这个同盟出来。也就是说，美国对于中共的挑战是真正担心了，否则不需要做的事。你看，川普那时候跟中共搞得非常紧张，对不对？他都还没走到这一步呢，当他开始想这个事儿了，他还没走到那一步，现在他做了。好，再来就是这个同盟现在看到呢，他们当然全文没有公布了，我们看到发一个联合宣言，联合宣言里面讲了我们3个国家呢，我们要共同合作开发，然后技术交流、人工智慧、网络，然后水下作战、远距离打击，那最近很严重了。远距离打击通常指的什么呢？通常大概指2个，第一个是飞弹，第2个呢是网络攻击，这是远距离打击，然后再加上什么呢？核子潜艇，核子潜艇呢那就非同小可了。澳洲原来就是潜艇，但澳洲是没有核子潜艇的。美国的核子潜艇技术过去这么多年来公开的只跟英国分享过这是第2个，所以这是很特别的地方了。好，那再一点就是为什么只有3个国家？我们常讲说，同盟不是越多越好吗？我们常讲，你看晚上看新闻就晚间新闻说哪边这个谁跟谁在 KTV 唱歌，然后冲突了，然后就打电话去撂人来人越多越好，好像是这样在国际之间同盟不完全是这样，国际间有个特别现象。一个同盟呢越来越多，然后国家越来越大了，越来越大，规模越来越大的时候，大家觉得说好像力量很强。其实有个问题，当参与的国家数目太多的时候，搭顺风车人就多了。很多人旁边就是等着看，你们去打嘛，你们打完之后我来收拾得点好处，或者说我出张嘴啦，出一点点钱啦，或者派20名军队啦，这人数很少，所以看起来国家很多，但帮助不大。帮助最大的就是2个国家同盟，A、B 2个国家同盟，最多 A、B、C 3个国家同盟所以简单说，国家
同盟国呢数目太多，就一个同盟内哦，数目太多不好，数目少呢反而可以发挥作用。你看过去我们台湾跟美国有过军事同盟嘛？从1954年到1979年，25年时间有军事同盟，有协防协定。本来要把我们摆进这个东南亚公约，后来没有摆成功。那因为很多国家反对，然后把最后美国来了，台湾的安全系数反而扩大了。为什么？第一，只有一个同盟国，一出问题就找他，就找他，都不用找别人，不用问第二家。第二，当时台湾同盟的对象是世界第1强国，比谁都有力量，最可靠，所以这个多个和尚没水吃，2个和尚了就抬水吃，台湾反而安全。这是我们现在初步看到的第一个部分。是，当然这个同盟的部分，我刚刚脑中就想起，这个如果是有喜欢在研究第1次、第2次世界大战，就参加，同盟国还蛮重要的事情，因为基本上来讲，如果已经进展到老师所说的军事的部分，那是非同小可。简单的说，就是你打我。就等于打他，你打他就等于打我，这某种程度的彼此紧密的一些关联性，凭良心讲，这个也要他们民众之间、国家之间、民众之间要有高度的信任，然后在政治面、在许多经济层面来讲，彼此互相信任交流的程度、密度也要更高。就像刚刚提到的核子的潜艇，如果越多国家进来，这个你难保这个敌对国家不借机去拿取你这些秘密，所以你不够信任的状况之下，我还不想跟你同盟，因为不然我可能开了一个后面的一个大破口反而造成里面的一个危难。当然，不管这个英美澳怎么说，大家当然就说起来，现在我们看到在军事的串联的很强，当然因为它的面向基本上还有许多不同面向。当然说这没有泛指在针对中共不过大家当然认为应该是中共对这件事情当然也有一些反制。我们比较好奇说，那中共可以做什么？面临现在这么多的国家开始在做围堵的动作，就老师所看到，中共会做什么样的反制呢？我先补充一下刚刚讲的那个一个部分呢，就是说我们现在不是看到有什么美日安保啦，然后什么4方会谈啦，美非美泰等等。那这个美澳就是这个澳英美这个新的这个3国同盟跟这些同盟有什么关系？很多人说他们会冲淡了淡化什么，其实不是，你仔细看，它会强化，它是补充，所以美国会很快就跟这个旁边的国家呢会沟通，因为这个我已经端出来了，端出来之后我就要跟我的盟友解释说我为什么另外新拿个东西出来，然后这个东西跟你们什么关系，所以端出来之后，第一呢要说服大家，第二呢这些国家就问说，那我们干什么？我们没有进来，我们要不要干什么？所以双方第一呢会沟通，然后再来会分工，它有一个加成效果。简单说就是我认为现在看起来到澳英美3国同盟呢，大概它会跟2个地方有产生比较明确的加成效果。第一个是美日安保，第二是这个4方会谈。4方会谈不刚好就是美英日印嘛？不是美日澳印嘛？它就加强这2个，所以第一呢，对这2个会加成效果；第二呢，会有分工。你如果仔细看区域的话呢，我猜将来美日安保会比较注意北方，然后澳英美比较注重南方。简单说，大概会以南海的某个点为界，南海的某个点以北，那美日安保为主；南海某个点以南，那么澳英美为主。但这2个不可以重叠，因为这2个都有美国在里头，所以美国可以比较灵活的运用这2个。简单说呢，这2个是主要的分工那再一个，我们觉得特别需要谈的就是五眼联盟。过去我们不是谈过这个事情吗？就是美英加澳什么的这个五眼联盟嘛。五眼联盟呢，大家都觉得说他们同盟是，但你仔细看，五眼联盟它是情报分享同盟，它不是军事同盟。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军事同盟就是你被打了，我要来帮忙；我被打了，你要来帮忙。情报分享联盟就是我得到情报了，我要跟你分享，你的情报得跟我分享。当然，分享到什么程度，我们事先可以约定的，就是譬如最简单的分享就是你主观决定你要告诉我什么，我主观决定我要告诉你什么，但是我们彼此相互信任对方的判断，这个很重要。就你刚刚前面讲的信任的问题，因为如果双方信任不够的话，就是
我有情报我都跟你讲，你有情报你不跟我讲，那算什么？就不玩了，那就不玩了，对，那就不好玩了。所以简单说就是双方第一可能会讲清楚分享到什么程度，第二就是说双方要有基本的互信，否则真的就玩不下去了。好，所以五眼联盟跟这个还有差别。那么我觉得再一点就是这个新同盟的活动范围哈，刚才我不是讲了区分嘛，但是我猜其实恐怕不止。讲是讲说可能会有分工，但是呢，第一，南海呢这个他一定会进来，毫无疑问了嘛，因为澳洲离南海比较近。第二，就是东海出现问题，当美日安保觉得说可能力量不太够的时候，可能会邀请澳洲进来。大家可能不太记得一件事情：95、96飞弹风波的时候，当时台海风云紧急，然后美国不是派了2支航空母舰舰队过来在台湾附近吗？然后美国就放话说，我航空母舰舰队要通过这个台湾海峡。中共放话说，谁通过台湾海峡我就打谁。美国的力量当然可以通过，但美国也不想给中共谈谈看，就美国最后就没有过去。结果有一艘澳洲军舰就穿过台湾海峡北上，然后中共讲说，谁穿过台湾海峡我就打谁。澳洲讲说，台湾海峡是公海，谁打我就打谁。澳洲没有讲就是谁打我就打谁，我大哥也要打他，他只是没讲这句话。所以当时我们就好笑，我们说，哎呀，这下有趣了，那大国玩政治玩成这样子，玩的真是高明。现在呢，澳洲跳出来跳到第一线，所以我的判断就是，澳洲将来活动区域呢，绝对不只是限于南海，它甚至会进到东海，会进到西太平洋，这样子当然也包括台海在内。所以这个是我第一个补充。第二就是你刚才的中共可能回应，第一他一定会发言批评，这个我明猜到了，他会痛骂相关的各方。第二呢，他很快会增加一些军事演习。然后军事演习呢，我看第一个会在南海，第二呢会在台湾海峡附近。然后他应该会想办法制裁澳洲，当然现在能制裁的东西不多了。他现在真正我现在想到了，中国大陆恒大现在不出问题吗？那恒大如果真的垮掉了，垮掉不太容易了，大概它会被收编了。反正恒大会收缩收编或怎么样我们不晓得，但会收缩。恒大一收缩，大陆房地产会稍微萎缩，所以呢，需要的建材就比较少。中共就可以名正言顺拿这件事情说，我会将跟澳洲买的铁矿、铁砂什么也减少一些，拿这当理由去惩罚澳洲。其实是因为它需求减少了，然后他会想办法制裁英国，然后可能会对美国个别人士进行制裁。但我觉得比较重要就是他可能会对台湾增加压力，这点我们自己都要考虑。那比较有趣就这个人出来的时候，我想了2天，我想说，如果1979年这个美国的糊涂总统卡特没有跟台湾断交，然后美台之间的军事同盟还仍然存在，那么今天呢，轮不到澳洲，今天呢就是台湾进来了。然后刚才讲的给澳洲的好处，可能都给了台湾，因为台湾跟美国呢坚强同盟，我们站在第一线。好，那这当然是一个假设性问题。但是我们看到就是，如果美国真的像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么在意中共最近一段时间在南海、台海跟东海的这些，甚至在太平洋的活动的话，它无论如何会强化台湾的地位。怎么强化法，我们现在不想去具体去猜。但是我们看到几个方向，所以我的结论就是，这么多年来呢，我一直提醒大家，台湾始终是美国的隐形的盟友，台湾不要妄自菲薄，台湾也不要选错边，也不要去乱靠。台湾要做的事情就是看清楚自己的地位，跟美国要求更多的东西，跟更多的资源，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是啊，这个我们过去大家一直在谈到美中台之间的这些角力的过程当中，台湾到底是棋子或者台湾自己可以扮演一个更重要关键的砝码在彼此之间找到一个更好的一些位置。我想台湾在岛内许多的人都在谈论这样的一些问题那特别在现在美中
较为紧绷的状况之下，台湾的地位当然更显得重要。就像老师刚刚提到的，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台湾国际的能见度基本上已经越来越高，而我们怎么借由这个高能见度的状况之下，在各国的政要的关注之下，能有一个漂亮的好的一些身手来做展现，我想很重要，这我们值得好好来关注。那今天也很谢谢我们明居正老师带来这精彩清楚的一些分析但我们就继续看看米粒的这些事件在未来听证之后还会有哪些发酵后续的一些发展。那再次感谢明老师，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拜托大家帮我们按赞，帮我们订阅转传，当然也欢迎您留言给我们一些批评指教。如果您有任何想知道的这个想要了解的这些议题的面向，也欢迎您可以留言给我们，我们会尽量满足大家。再次感谢老师，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各位震惊最前线的好朋友们，我是主持人张宏林，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也记得打开小铃铛，掌握最新节目通知，让精彩评论不错过。更欢迎留言、转传影片。